等回了东城，好酒好肉就有了。哎哥，昨晚那个舞姬也不过如此嘛。就是，若不是他偏要反抗，还能留他条命呢。哼，我当是什么狠角色敢偷袭我们，原来是个毛头小子。说，为什么要对我们出手？因为你们杀了不该杀的人。哦，你是那个舞姬的老相好，来替他报仇的。他几乎是我唯一的孩子，你们夺走了他，便拿命来赔。哼，自不量力！阿弟，失去亲人，感受如何？我杀了你！又要做噩梦。城主，城主，咱不赶时间，我就让弟兄们先回东城了。您先喝口水歇歇。以后我喝酒的时候啊，你拦着我一点，别只顾着自己开心。啊，是，属下昨晚忘形了。有血味儿。啊？何人敢偷袭老子的书典？他娘的！跟我玩这种把戏，这黑蛇什么狗鼻子？我都跑这么远了，还能闻到血腥气。庭燕，竟然是你！这什么情况？倒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。完了。这家司马教非得把我挫骨扬灰。你这些年都跟谁在一起？一个叫石千旅的老头，我管他叫爹。石千旅，你叫石千旅爹，他
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给我洗髓，教我杀人。你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我与你是仇敌，为什么来你身边送死？这厮怎么还有真花 buff 这种技能？你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指定是石千里的手笔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休想逼我出卖他。你听好了，你叫廖廷彦，你是我的道侣，和那个姓石的半点关系都没有。石千里想让你叫他爹，他配吗？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，你明白吗？道侣，你确定不是仇敌吗？对不起，方才是我太心急了，我不会再逼问你。他为何对我这般温柔？无妨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情况有点不对劲，我得先观察观察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这个野娘们儿，竟把老子的兄弟给杀了，还对师祖动手动脚！我杀了你！把杀人者交出来！这是我们智魂氏的家事。千年之前，是我们知魂氏建立了这个东城。虽然这城现在是您的地盘，但是死者是我们的族人，就是我们的家事，所以杀我族人者应该交由我们知魂氏来处置。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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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不巧了，此事也正好是本城主的家事，不然就按照你们魔域的规矩来，谁厉害听谁的，如何？你杀过人了？杀了又如何？若不是你卑鄙偷袭，就凭你结英的修为，不可能杀得了我兄弟。竟从练习退回了结英，难道是那时伤到了？是祖师娘们！他是不是太维护我这个仇敌了？你为何事杀人？我的好姐妹惨死在那两人手中，我要为她报仇。我曾经逼你杀过一回人，你又哭又做噩梦，怎么如今被石千里迫害成这个样子？这个世道，不杀人怎么活？我答应过你，以后不会再逼你杀人，也不需要你再杀人。我绝不食言。今日之事，我会为你处置外面那些闹事的人，不用你动手。冤有头债有主，那两个破批已经死了，但他们的族人是无辜的。可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愤恨。
并未消散。如果你只是想杀了那2个已经死了的人泄愤，我可以将他们复活，让他们再死一回。如果你能复活他们，是不是也能复活红罗？如果你想，便可以。不过你这朋友已经没有了肉身，我只能用祭魂托生之术，让他重新出生。重新出生，那就不是复活，是投胎转世。不一样，祭魂托生之术能让你尽快看到他，并且在他出生之后，能够拥有从前的记忆与感情。之前的死亡，就如同一场梦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能见到红罗了。城主，这师祖怎么还像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？什么外人？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更是师祖娘娘。师祖娘娘？拜见师祖。请师祖将杀我族人者交由我们知魂氏来处置。那知魂氏闹出的人命，又该算到谁头上？师祖没有找你们算账，已经非常仁慈了，还不快走！去把石千里抓回来。石千里，他又做了什么？要活的，不能让他轻易死了。是。师祖，别看了，走。你为何跟来？师祖，是不是庭燕不小心弄伤了您？您的手，我还是叫白竹过来为您包扎一下吧。不必。包扎了又有何用？师祖，自从您融合了2簇灵火之后，功法至强，但反噬也越来越大，伤口更不易愈合了。你少废话。我要行祭魂托生之术，你在旁为我护法。师祖，这样对您的损耗太大了。您前不久还取了护心骨，为庭燕制作了防御镯啊。我自有分寸。好。弟子为您护法。司马娇如此维护这个阿燕，竟然还纵许他人唤她师祖娘娘，你们可看清了？看清楚了，就是那阿燕。司马娇对廖廷燕用情至深，怎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新欢？恐怕那阿燕便是廖廷燕。太好了，只是东城现在已经是司马娇的地盘，须得想个法子，让廖廷燕离开东城，才方便我们与他练气。
凤七少爷，走吧。鬼爷，今日有事，就不接话了。是不是你那搭档阿燕失踪了？您莫非知道什么线索？近日，东城之魂氏一族有人被杀，我听闻凶手已被擒至刚刚接管东城的先府之人司马娇的面前。之魂氏在东城势力不小，我倒是什么人如此狂妄，就顺手查了查。那凶手应是阿燕，不错。您的意思是，他被抓了？我昨日派人细查了，才发现他身份可不简单呐。竟是魔主尤赤为了刺杀司马娇亲手培养的刺客，乃白骨渊中一条寒鱼。司马娇残暴无比，你那搭档怕是危险了。他真的是那韩愈？我险些忘了，国师当年救下你的地方，应该就是白骨渊呐。想来你与那韩愈还是旧相识吧？原来阿燕真的是我一直找的那个人。凤起少爷，当年令尊常大将军随先魔主尤岩为魔族大业出生入死，并将尤赤亲手养大，竟落得个鸟尽弓藏、被打入九幽炼狱的下场。你既选择了隐居在这鹤仙城，就是不愿再牵扯于任何的权力之争。可不要想不开，与那司马娇做抵抗啊！难道我就看着他去死吗？风起少爷，还是想开一些吧。何况他现在像是已经忘记了自己的韩愈记忆，所以才没能与你相认。唉，可惜了这一段缘分呢。阿燕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国师，风起已经动身去了东城。好，我就知道他对那条韩鱼念念不忘。幸亏当初我们没有告知他，那条韩鱼救风起是按照我的命令行事的。且去的时候已经被抽去了七情六欲，即便是找回了记忆，也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刺客。如今凭着他对那条韩鱼的执念，或许可以将廖廷彦从司马娇的身边带出来。那国师可要将廖廷彦的下落告知魔主？你觉得他在乎吗？属下多嘴。如今最要紧的是风起这步棋。先魔主尤岩来日神魂归位，还需要长家之后协助开启血祭阵法，务必盯紧风起的行动。虽然需要他带出韩愈，但也不要让他有任何的闪失。是。司马娇没必要骗我，他大可以直接杀了我。
难道他真的跟我这袁深有一腿？怪不得我爹不愿意给我恢复记忆。那施宴跟司马娇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是对有着世仇的苦命鸳鸯。不是，司马娇说我姓廖，我爹说我姓施，那谁说的是真的？燕姐姐，我可以进去吗？燕姐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你果真如我娘亲说的一样，好亲切啊！啊，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新衣服，你快把你身上这身脏衣服换下来吧。你是？我是周月清，周青儿的女儿。燕姐姐和师祖18年前救过我一次，如今就说你们和我最亲了。为何说我们与你最亲？燕姐姐果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与师祖同为凤山血脉，师祖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，而燕姐姐和师祖是道侣，便是我的亲人了。我真与他是道侣？我娘亲说了，燕姐姐和师祖最是般配了。那你可知我当年的名字是什么？廖廷燕。哎，那个不能放那儿。他们的口风为何如此一致？难道是司马娇找人来连伙骗我？他图什么呢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师祖娘娘，师祖让我们布置的热闹些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我不是师祖娘娘。这直接布置婚房了。司马娇要同我结婚？我猜一定是这样的。那我要赶紧为你们的婚礼好好准备一番。快走，快走！好什么好啊！我爹要是知道了，不得气死啊！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是什么？你从前最喜欢摸鱼。摸鱼？他不会是在说上班摸鱼的摸鱼吧？应该只是原主有抚摸鱼的爱好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我这爱好还挺让人费解的。不是你说想摸鱼的吗？摸吧。摸鱼啦！你也太懒了吧！自己喜欢摸鱼，却要别人抓到你面前才肯摸。看来现在不洗了。我为你准备的食物，怎么不吃？我不饿。你曾经说过，吃东西不是因为饿，是因为开心。我没那么享受，我吃东西只为了填饱肚子。你已经是化神期了，还需要睡觉吗？觉没必要睡，但是我想睡，就像吃东西一样，没必要吃，但是我想吃。一个人要是连好好睡觉和品尝美食都做不到，生活一定少了很多乐趣。
那个，要不你吃点儿？怕我对这饭菜动了手脚？不会啊。头一次见有人吃饭表情这么难受。难吃，不吃也罢。我会为你寻些更美味的食物来。不用。见过城主。啊，见过吗？还真没见过。不过没关系，定帮您找到人。嘿嘿嘿嘿，兄弟们，找人。是啊是。哎，您这边请。兄长，那廖廷彦是不是被司马娇说服背叛了我们？否则，那司马娇怎么会这么快就找上你来？这个廖廷彦虽然说是个懒散的废物，但他为人还是忠心忠义的。在他失去记忆的前2年，我没有让他接触任何的人，这才培养了他对我的依赖。那个时候，他就像一只兔子掉进了狼窝，而我才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。虽然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记忆，就算司马娇对他再好，我相信他不会背叛我的。那现在如何是好？整个鹤仙城都在找我们，这里很快也不安全了。先离开鹤仙城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老大，就是这儿，我们就是在这儿发现的。给我搜，地上地下都不要放过。是。村主，里面没人，不过好像才离开不久。无妨，咱们已经封了城，谅他也逃不出去。哼，他都能从火海炼狱中逃出升天，那一扇小小的城门，又怎么能封得住他？那可如何是好啊？魔域这么大，又4分5裂，有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。无妨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，跟他慢慢耗。难道廷彦平日里吃的这么简单吗？师祖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心疼死的。咱这祖宗看起来凶神恶煞的，其实倒是个温柔深情的人。那也要看对谁吧。我跟了师祖400年，他也只对一人如此温柔过。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他们都不见了，你想让我们输给执行员吧？肯定赢了呀！
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极星渊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胜，是为上境；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
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已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。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已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夜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宰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
会被区区明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仔？不，仙君，季伯仔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，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仔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县打快了点。你。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。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仙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仙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仙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七瓣全部凋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仔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渊找季伯仔，处理完追兵，师父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仔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！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仔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，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
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无归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无归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景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县君带回去正好，这样正好，这是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无归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，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、鳄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吉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季仙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都说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仙君，难道是季仙君看不上他的？那2位仙子这么了解季仙君，肯定选他们啊！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你想的？我知道了，选他了。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2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
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寒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是为了跟我回乌龟海吧？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。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渊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。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是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没事吧？
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？这么厚积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。 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说是……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，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嗯。你小子！ 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，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但是吧，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用灵脉吗？万一离恨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，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以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这衣服怎么就这么几层？不修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
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载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禁足结界破了。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